眠是最好的补药，睡不着的人平时多吃3种便宜货，失眠不会来。睡眠对于人体来说是最好的补剂，很多身体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充足的睡眠来进行治疗。这点不仅在医学方面有证明，也得到了无数网友的证实。但在现代社会当中，想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简直是太难了。尤其是对于学生党和工作压力大的人来说，睡眠时间真的不够。有的时候，即使有了可以放松休息的时间，也很难睡着，像是失眠这类的问题，已经困扰了不少的年轻人。那么在睡不着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这3种东西不仅价格便宜，对失眠的帮助也非常大。1、失眠的原因。失眠不仅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大问题，甚至是很多人还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眠症状，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的情况。从身体的角度来说，合格的睡眠应该足以供给你一整天的精力。除了进行超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脑力活动外，一整天的时间都不会感到瞌睡。可大部分的现状的是，即使看起来睡了很长时间，可精力还是很差劲，往往半天时间就会感到非常的瞌睡，或者是在没有精力劳累的时候，也会哈欠连天。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睡眠不够的表现。而有的时候，你明明非常的困，可是躺下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却感觉怎么也睡不着，或者刚睡着没过几分钟就又醒了。这就是失眠的一种。那么为何会出现失眠呢？1、睡眠习惯不好。很多人的睡眠习惯并不好，习惯在睡觉前大吃大喝，或者玩一些令人亢奋的游戏。这样的习惯会导致你在躺下后久久无法入睡。尤其是那些酷爱躺着玩手机的人，一旦养成这种习惯，你在躺下之后是很难入睡的，即使你已经非常的困。2、精神压力过大。有的人因为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原因，即使到了入睡时间，脑子也停不下来，需要不停的思考各种事情，而这种高强度的脑力运转会让大脑进入一种十分亢奋的状态。这种情况下不仅会迟迟睡不着，即使睡着了也会频繁清醒，最终导致睡眠质量严重不足。除此之外，导致失眠的原因还有很多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克服这些问题，让我们有一个充足的睡眠。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方式，不妨试试这3种食物，不仅可以有效帮助睡眠，价格也不贵，不会因为长期吃导致经济压力。2、帮助睡眠的食物。1、核桃。关于核桃补脑这件事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因此核桃和6个核桃这类的饮品成为了很多学生党的常用零食。可核桃的功效不只是补脑，还能辅助睡眠，因为核桃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加快血液流动，减少焦虑时候大脑的负担，这样就可以帮助睡眠了。其实，很多农村老人都有下午或者晚上吃核桃的习惯，虽然他们并不是为了睡眠质量刻意吃的核桃，但实际上却帮助了自己的睡眠。2、酸枣仁。对于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，酸枣可能是一种十分陌生的食物，但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酸枣简直是童年最好的零食之一。不过在治疗失眠的时候，可不是让我们直接吃掉酸枣，毕竟酸枣的味道别说是治疗失眠了，很有可能让原本瞌睡的我们瞬间清醒。我们需要用的是酸枣仁，在睡不着的时候用酸枣仁来泡水喝，因为酸枣仁可以帮助人体不会那么焦虑，尤其是对失眠多梦的人群有很大的帮助。再加上喝酸枣仁水的时候，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很多水分，因此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。不过这时可能有人会说，酸枣仁即使泡水，也有很大的酸味，喝不习惯。这时可以考虑搭配一些蜂蜜来增加口感。3、莲子。莲子并不是一个全国普及的食物，由于产地较少，因此不少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莲子。这并不是说大家买不起，而是因为很少见莲子，所以没有吃莲子的习惯。那么莲子真的可以帮助睡眠吗？莲子中能够有效帮助睡眠的成分叫做莲子碱，这个物质有安神的功效，特别适合焦虑的人去吃。不过在吃莲子的时候，还是建议大家熬粥的时候放进去，这样口感比较好。以上3种食物不仅能够有效帮助睡眠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。即使有的地区比较贵，
大家也可以购买，因为一次食用的数量并不多。在吃这3种食物的时候，大家一定是少量食用。例如核桃，一次吃1颗核桃就足够了，吃的太多也不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如果没有时间去购买，或者不太容易买到，大家可以购买坚果的集合包，不仅可以吃到大家需要的食物，也可以补充其他营养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只靠着食物来帮助睡眠是不够的。3. 如何保证睡眠质量？想要获得较好的睡眠质量，彻底解决失眠的问题，需要从生活、工作等多个方面去解决。1. 生活作息。其实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导致失眠的主要原因是不健康的生活作息。纵观我们身边的年轻人，凌晨1点甚至2点才睡觉的大有人在。长期维持这种生活作息，不仅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差，失眠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，甚至有的时候一睁眼就会到天亮。早就有数据证明，夜晚最好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0点之前。这个时间段睡觉，对于一些经常加班和通勤时间远的人来说，确实是比较困难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，尽量早的去睡觉，并养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睡眠时间。当我们的身体对睡眠有了习惯之后，就会有较好的睡眠质量了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要一天早睡，一天晚睡，这种方式看似是利用时间，可实际上对身体并不好。如果我们的工作结束时间不固定，可以养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睡觉时间。如果今天结束的早，可以适当的玩一会，等到点了再睡，给身体培养出一个习惯。2. 夜晚的饮食。早上和中午对付一口，晚上好好吃一顿，这是不少年轻人的现状。由于早上时间紧张，中午休息时间短，不少年轻人的白天摄入不够，晚上反而成了正餐时间。这意味着在晚上会有大量的食物摄入，且摄入的油和糖分等会非常高，这必然会在晚上增加肠胃的负担，不仅会严重影响入睡，在睡着后会影响睡眠质量。其正确的做法是在睡觉的前2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到了，而且晚上的这顿饭也不能吃的太多，减少肠胃的负担。如果白天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吃饭，可以考虑欧美人的食物摄入方式，那就是在半上午和半下午进行一定的摄入，这样不但可以及时补充能量，也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。这方面经常加班的人就有经验，他们会经常在自己的工位上准备食物，在工作繁忙的时候，趁着工作间隙来补充能量。3. 注意入睡的状态。夜晚睡觉前最忌讳胡思乱想，因为胡思乱想不仅会导致大脑活跃，无法入睡，还会为你带来很多的情绪。假设你在睡觉前一直想工作中的烦心事，会让你整个人变得心烦意乱。这个时候别说是睡觉了，恨不得立马起床做点什么。同理，让你生气的事情，让你开心的事情，和一些需要长时间思考的事情，在睡觉前都不要去想，因为这些事都会导致你无法入睡。如果实在是无法做到放空状态，可以考虑听一些辅助睡眠的音乐和声音，或者说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睡觉小癖好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就习惯听着相声或者一些音频节目入睡，有的人喜欢听着某种特殊的声音入睡等，这都是可以帮助睡眠的选择。4. 调整起床时间。通过早起来调整自己的活动时间，可以让自己早早的变困，这样就可以慢慢的早睡了。尤其是那种工作内容较多，但通过早早完成就可以早早结束工作的人，一定要尝试这种方式。有不少自由工作者都会选择在早晨的5点左右起床开始工作，这样就可以在下午结束全部的工作，一身轻松，自然就可以早早的入睡了。结语：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调整方式，拥有好的睡眠可以改善健康状态和寿命。因此，如果调整睡眠其实是大家需要早早学会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些身体比较虚弱的年轻人，一定要学会通过早睡来补充身体，而不是走入一个误区。有不少人表示，明明我已经开始努力健身，服用大量营养品，为何还是会这么虚弱呢？这时就要考虑是不是每天都在熬夜了。简单来说，越是身体强壮的人，对睡眠越是看重，因为只有好的睡眠才能保证你的身体状态。这点早已得到了无数专业运动员的证实。